中介催我们交房款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我跟老公的存款不翼而飞了。威逼利诱下，老公承认把钱借给了婆婆，婆婆拿着80万给弟弟买了婚房。看着一脸愧疚的老公，我淡定地笑了笑，借了就借了，弟弟结婚是大事，我们还能再将就将就。老婆，你说真的，你不生气我把钱给弟弟买婚房吗？周俊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，我没想到我这么好说话。我扶起跪在我面前的周俊，不在意地说，这有啥，都是一家人，就没花外人身上。再说了，钱没了可以再赚，弟弟结婚是1等1的大事。可是周俊还想说什么，被我一摆手打断了。老公，咱爸去得早，长兄如父，咱们帮衬弟弟是应该的。既然这钱给弟弟买房子了，那我得跟人家中介说一下，咱们之前看中的那套学区房就不买了。周俊拦住准备打电话的我，试探地说道，不买这房子，小山上学怎么办？我都打听好了，像咱们这种没房没户的，可以等最后一批，再不行，还有偏僻一点的学校。周俊一听，焦急地冲我吼道，那怎么行？那学校的教育怎能跟一中比？我双手一摊，那你说怎么办？要不你去问妈要回来。周俊脸涨得像猪肝色，给出去的钱怎么要回来？能不能问你爸妈借一下？你爸妈那么有钱，帮衬咱们一点也不过分吧？我一脸为难地看着周俊，老公，当初为了跟你在一起，我跟爸妈都闹翻了，现在回去借钱不太好吧？我爸妈自己经营一家上市公司，而周俊不过是一个穷小子，门不当户不对的爱情，一开始爸妈就极力反对，是我以死相逼，非要和周俊在一起，气得爸妈直接跟我断绝关系，这连婚礼都没参加。去年生了女儿小山，关系才慢慢缓和了。周俊叹了口气，还准备说点什么，被突然进来的婆婆打断了。婆婆一进门就劈头盖脸地骂道，小慧不就是80万至于吗？你和我老婆再慢慢还给你。我告诉你，你弟媳怀孕了，肚子是个儿子，这是咱们老周家的长孙。我打断婆婆的喋喋不休，妈，我没生气，我刚还跟周俊说呢，都是一家人，怎么借送给弟弟了？婆婆一听我这么说，瞬间眉开眼笑，你能这么想就最好了，买什么学区房，现在这房子不也能住？再说小山一个丫头片子，读那么多书也没用，随便认识几个字，到时候大了找能嫁了就是了。我今天来是有正经事的，你弟媳的爸爸妈妈说晚上一起吃个饭，商量一下结婚的事，你这做哥嫂的给准备一下，档次不能低了。我看城南那家海鲜就不错，小慧你抓紧订个包间，都是你嫂子一句话的事。婆婆结结巴巴地说道，老大是不是太贵了，办个婚礼要100万。周俊安抚了一下婆婆，妈，不贵的，100万全包呀，而且弟妹肚子里的可是咱家的长孙，您就放心吧。对咱们来说100万很贵，对小辉爸妈来说就是9牛1毛，对吧？老婆。说完，周俊一脸希冀地看着我，老公说的对，都是自家人，自然得用最好的一切包在你哥身上。婆婆听到我的话，笑得嘴都合不拢了，还是我大儿子有本事，那行，老二的婚事就给老大了。周杰和杜静一听，对着周俊就是一顿吹，周俊拽的跟258万一样，不过一会连周杰的新房装修都包下来了。周俊喝得昏天暗地，我借口要去我爸妈家借钱，直接先撤了。听说结账的时候，周俊已经喝得不省人事。周杰为了不在老丈人面前丢人，咬着牙把单买了。隔天一大早，周杰和杜静就催着我赶紧去婚庆公司。当着周杰和杜静的面，我跟销售说，一切按照新郎新娘的意愿，价格不是问题。销售两眼放光，周杰和杜静也高兴得不行。私下我叮嘱了经理几句，一切按照新娘的意愿，必须都用顶配的。周杰和杜静果然不负所托，一连串的要求提下来，林林总总价格加到150几万，两人心满意足地离开。没过几天，婆婆突然上门，一进门就焦急地喊我，小慧，小慧。周俊跟我前后脚从卧室出来，妈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婆婆呼天喊地的，你弟妹非让我们现在就把彩礼和他侄子的红包钱都给他，你说我哪有这么多钱呀？说完，眼巴巴地看着我，小慧，你看那天吃饭你不也说了，老二结婚的事你和老大全包了，我皮笑肉不笑的。妈，弟妹选的婚庆套餐就要100多万，我包了，语气不耐地说道。阿姨，我爸妈的要求已经很低了，还没要求买车呢。要是这点要求都满足不了的话，那我看着孩子也没必要生了。我明天就去医院打胎。婆婆一听杜金要打胎，瞬间急了，不能打肚子里的是我们家的长孙周杰，跟着帮腔。妈，小静的要求不高呀，你没钱，我嫂子不是有钱，让我嫂子给我出。婆婆一听，转头冲着周俊疯狂使眼色。老大，你说句话呀。周俊一脸为难地看着我。小慧，你看弟弟找个对象不容易，我们做哥嫂的是不是要搭把手帮帮忙？周杰就是个小混混，而杜静漂亮的像个小网红。周俊这话说的没错，周杰能找到杜静做老婆，
真是祖坟冒青烟了。我深深看了一眼周俊，斩钉截铁地说道：行呀，都包在我和周俊的身上。我和周俊就是砸锅卖铁，也要给弟弟把婚事张罗起来。周俊不敢相信，我居然这么轻飘飘地答应了。老婆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弟妹还有什么条件，尽管提，我和你嫂子保准给你们办到位。杜静掰着手指：第一，婚纱必须是司令的，我看很多明星结婚都穿他们家的。第二，婚宴必须在江城最大的皇家酒店，餐标一桌不能低于1万。第三，婚庆公司我要摩登、爱点家的，听说他们家是江城最好的。第四，婚车全部用迈巴赫，坐其他车我容易晕车。杜静1510的说完，亮晶晶的看着我。目前就这些要求，其他的我想到了，我再补充。大嫂不为难吧？杜静提的这些要求，按照这个规格下来，一场婚礼没有大几十万是下不来的。还没等我开口，周俊已经替我答应上了。不为难，不为难，这不是巧了？这摩登、爱点就你嫂子家的产业，到时候咱们就选他们家最贵的至尊100万套餐。什么要求尽管提，难道彩礼这些也要我来出吗？不知道的还以为周杰是我生的呢。婆婆一听，脸上讪讪的。妈，知道是有点为难你了，你看这样，妈跟你借打借条行不行？以后妈一点一点还给你。周杰把婆婆扶坐在沙发上，倒了杯水递给她妈。打什么借条？不就是50万吗？我们出。婆婆又补充道，还有之前说的装修款，一共100万，直接打我卡上吧。周俊满口答应。说完，两个人整整齐齐看着我。我拨了拨刘海，笑着说道：都看我干什么？你口气这么大，你给啊。周俊对我的话搞得不知所措。老婆，这点钱不就是你回家跟你爸妈撒个娇的事？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一家人就应该互相帮助的，对不对？我神秘兮兮地冲周俊一笑，钱我昨天没借到，不过我爸妈告诉我一个好消息。说完，我从包里面掏出来一张纸递给周俊。周俊接过去，眼睛瞪得大大的。你说的好消息就跟我离婚？我扑哧一笑，看把你吓的，不是真离婚，假离婚。昨天我回去的时候，我爸妈跟我说，之前我奶奶的房子要拆迁了，按人头分拆迁费，希望我先和你假离婚，然后把户口迁回到奶奶的房子里面，这样可以分到2个人头的拆迁费。周俊有点半信半疑，不离婚也能迁户口吧？我笑嘻嘻的是可以，但是这次因为拆迁费给的比较多，如果正好拆迁前迁进去，开发商肯定会查的呀，所以咱俩假离婚，这样我的户口必须得从咱家迁出去。我算了一下，如果我跟小山2个人都迁进去的话，少说能分300万。听到300万这个数字，婆婆和周俊惊哭出声。没给他们反应的时间，我继续说道：我是这么想的，让妈先把自己住的那套老房子卖了，弟弟把婚礼办了，等拆迁款到手了，我们再给妈妈买一套新的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周俊拉着婆婆在卧室里商量了好一阵，我在客厅耐心等待。出来后，周俊把签好的协议给我，催着我下午就去民政局领了证。当天我就把小山的户口迁回了家里。周俊不放心地问了我好几遍，我耐心地安抚他。老公，你就放心吧，拆迁款一到，我们就复婚。再怎么说，你都是小山的爸爸呢。钱到位了，婚礼办得很快，现场镀金，一身高定婚纱，宛若一个公主。致辞的时候，感谢爸妈，感谢公婆，感谢老公，唯独对我这个出钱的大嫂一句话都没有。婆婆为了面子，连之前乡下八竿子打不着的邻居都喊来了。偌大的宴会厅坐得满满当当。婚礼结束，邻居们还在各种恭维婆婆，婆婆笑得脸上的褶子跟朵菊花一样。婚庆经理拿着账单走到了周杰和杜静面前。周先生，杜小姐，婚礼你还满意吧？周杰喝的舌头都有点大了。满意，满意，特别满意。既然满意的话，那么麻烦您把尾款付一下。周杰还有点迷糊，什么尾款？这钱我大嫂不是都付过了吗？并没有，您大嫂只是象征性的付了一点点定金，说尾款婚礼结束一起给呢。周杰的酒醒了，杜静也愣住了。刚刚七嘴八舌的亲戚们也瞬间安静了。婚庆店的经理特地从主持人手里拿过麦克风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周先生，杜小姐，麻烦您付一下尾款150万，现场死一般寂静。毕竟谁也没见过刚办完婚礼就当着宾客的面收尾款的婆婆，当着众人的面大声地喊：我小慧，小慧，你人呢？周俊拉着我往婆婆身边走去，看我走过来，婆婆对着经理陪着笑脸：稍等，稍等，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。婆婆一把扯着我往经理面前推。小慧，婚庆的钱你不是说你来付的吗？我懒洋洋地往那里一站，声音洪亮：我什么时候说了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再说你儿子结婚凭什么让我付款呀？婆婆愣住了，扯着我的袖子，压低声音说：小慧，你干什么呀？快点把钱付了。我勾了勾唇角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？你儿子结婚为啥让我付款？我看起来很像冤大头吗？我冲着众人大声喊道。
大家说好不好笑？他儿子结婚让我买单，这么大一场婚礼下来，少说也得100-200万呢，让我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钱大嫂付款，笑死人了。我刻意咬中钱大嫂3个字。看热闹的亲戚纷纷出声，我说呢，这周家老二都没正经工作，怎么办得起这么盛大的一场婚礼？原来是想让大儿媳妇出钱呀。什么大儿媳妇？人家都说了是钱。大嫂看来是已经离婚了，都离婚了，还让钱儿媳妇出钱给老二结婚，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吧？周俊家其实没啥特别好的，周俊爸爸在世的时候和家里的几个兄弟姐妹都闹僵了，今天来的不过是之前乡下的一些同村的邻居罢了。邻居嘛，自然是见不得你过得比我好的。我给婚庆经理使了一个眼色，婚庆经理不耐烦的又说了一遍：周先生、杜小姐，麻烦您付一下款，尾款一共150万现金还是刷卡？到这个时候，婆婆和周俊忠反应过来，被我耍了。周俊说着就准备上来打我，你这贱人，你不是说好一切你都包了吗？我往旁边一闪，身后2个保镖结结实实挡在我面前，我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，我说让你吃屎，你吃不吃呀？婆婆一屁股坐在地上，作孽呀，都是这个女人。本来我们就想普普通通办个婚礼，是她非要说什么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，一定要办得轰轰烈烈，还说一家人都是要互相帮忙，自己拍着胸脯说一切有她全包了。我们百般推辞，实在推辞，不过才勉强答应了。而且这家婚庆公司就是他们家开的，你们说结个婚哪里用得了100多万，摆明了坑我们。众人听了纷纷对着我指责起来。我知道这家婚庆公司就是傅家的，搞不好就是联手做局。什么婚庆公司能花100多万？这不是赤裸裸的诈骗？杜静眼睛一红，也跟着哭唧唧地说道：大嫂，这婚庆公司当这是你一手推荐的，我想着咱们一家人，你肯定不会害我，结果谁知道你跟婚庆公司联手坑自家人，我还怀着身孕呢，孩子出生也需要用钱，实在支付不起150万呀。说着就要上前给我跪下来。我掏出手机按下播放键。第一，婚纱必须是 Simin 的，我看很多明星结婚都穿他们家的。第二，婚宴必须在江城最大的皇家酒店，餐标一桌不能低于1万。第三，婚庆公司我要摩登爱点家的，听说他们家是江城最好的。第四，婚车全部用迈巴赫，坐其他车我容易晕车。我看着杜静有点好笑地说道：这不是当时你自己提的要求吗？杜静反驳道：那不是当时你说你全包的吗？我又继续按下录音，周俊的声音从里面传来：不为难，不为难，这不是巧了，这摩登爱点就是你嫂子家的产业，到时候咱们就选他们家最贵的至尊100万套餐，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都是你嫂子的一句话。我冷笑一声，你们一家人上下嘴皮子一碰，我就需要给你们付款100多万，你们脸真够大的。杜静的爸妈眼看场面控制不住了，拉着杜静就想走，走，这婚不结了，婚礼的钱让他们家自己想办法。我伸手挡住他们3人，想走没那么容易，钱付了再走。合同是杜静和周杰签的账单，没结清之前谁也不能走。杜静爸爸眉头一皱，没钱？我眯了眯眼睛，大声说道：怎么会没钱呢？毕竟你可是收了38万彩礼，120克黄金，还有杜静侄子的红包10万，刚刚上车，下车不要了，几万的红包，这婚不结了，钱总要退吧？杜静爸爸就梗着脖子，摆明了不想出钱。看热闹的观众都被吓到了，毕竟谁家也没见过结婚要这么多彩礼的。婚庆经理很有眼色，掏出手机装作要报警，这么大金额的账单可不是一句没钱能解决的。我伸手指了指周杰和杜静，报警了，他们2个都得坐牢。杜静一听要坐牢，吓得瘫坐在地上，拉着周杰的手哭求道：老公，我肚子里怀着是你们周家的孙子，我不能坐牢呀，你想想办法呀。周杰就是个小混混，出了事只会找妈妈。大哥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我不想坐牢。婆婆颤颤巍巍从口袋里掏出来一张银行卡，递给婚庆经理，这里面有70万。婚庆经理接过银行卡，拿出 POS 机验了一遍，确认没问题后，冷冰冰地说道：还有80万，怎么给？婆婆扒拉着周俊的手，催促着周俊掏出手机点了几下。只见婆婆的手机响起，支付宝到账30万元。我冷哼一声，周俊果然藏了不少私房钱。杜静爸妈最后还是掏了剩下的50几万。毕竟这么多亲戚看着，也不能真的让怀孕的女儿去坐牢。确定没问题后，婚庆经理又恢复了职业微笑，祝2位新人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。热闹看完了，参加婚宴的亲戚们也准备撤了。我拿起话筒说道：大家留步，好戏才刚刚开始呢。说完，等大家重新落座后，我按下手里的遥控器，大厅屏幕上只播放杜静和周俊的双人运动。杜静脸色惨白，大喊着：关掉，关掉，不要看，不要看。周杰双目猩红，死死盯着杜静，你个贱人，你居然勾引我哥！说着，一把掐住了杜静的脖子。周俊一拳把周杰打倒在地，你冷静一点，别被傅慧给骗了，这视频是假的。我冷笑一声，手里又按了几下，
屏幕上又播放了几个不同的视频，无一例外，全部是杜静和周俊在一起的画面。周杰哭嚎一声，抱着头蹲了下来。哥，这么多视频总不能都是假的吧？为什么哥？为什么小静是我女朋友呀？我贴心的走到周杰面前，你错了，杜静从头到尾都是你哥的小三，你好好想想，就你这样的条件，杜静怎么会看上你？杜静找你，只不过是给她肚子里的孩子找个爹而已，不信你问你妈。周杰听完，一脸不可置信的看向婆婆，妈，大嫂说的是真的，你从头到尾都知情。婆婆支支吾吾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见婆婆不说话，周杰冲杜静逼问道，小静，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当初是你要跟我在一起的呀？杜静一脸厌恶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瞒着你了，我看见你就恶心，我喜欢的一直是你哥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要不是为了你哥，我能跟你结婚？周俊扯了杜静一把，打住了杜静下面的话，温和地看着周杰，小杰，这件事是哥不对，哥，以后补偿你，你先起来，别让别人看笑话。周杰苦笑一下，哥，从小到大，我一直都很羡慕你，人长得帅，书也读得好，就连娶个老婆家里条件也那么好，不像我从小到大就一事无成，所以当杜静要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。其实我知道杜静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，毕竟我跟杜静就那么一次，我还喝醉了，哪能运气好一次就中了？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杜静肚子里面的孩子是你的，你们一个两个的都把我当傻子耍。刚说完，周杰趁所有人不注意，一脚踹到了杜静的肚子上。杜静双腿之间瞬间流出鲜血，洁白的婚纱被鲜血染红，好疼！阿俊太疼了，孩子，我的孩子！周杰看到杜静的样子，竟然笑出了声。杜静送到医院的时候，孩子已经没了。周杰因为蓄意杀人，也被警察抓了起来。这场戏终于散场了。我抱着女儿慢慢往爸妈家走去，回到爸妈家，我才敢放声痛哭。妈妈心疼地抱着我，你个没良心的，为了这么一个男人，连爸妈都不要了。受了这么大的委屈都不告诉妈妈，是不是要让妈妈心疼死？我哭得停不下来。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不怪我吗？妈妈心疼地抚摸着我的头发。傻孩子，父母怎么会真的生孩子的气？当时你非要嫁，我和你爸也是气上头了，话赶话说断绝关系，谁知道你个没良心的，真的不回来。爸爸也在旁边叹气，我早说了，那个姓周的不是好东西，你非不听，现在吃亏了吧？他本来就是蓄意接近你了。我擦了擦眼泪，回想起跟周俊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大学毕业后，我在爸爸的安排下进入公司实习，而周俊是我当时的组长。一开始他跟我倒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，不冷不热。后来我不小心露出了手机里的全家福照片，从那天起，周俊对我就不太一样了。他真的很会哄女孩子，我随口说一个东西，第二天就出现在我办公桌上。请部门同事喝奶茶的时候，会特地给我点我喜欢的口味。他记得我所有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事情，会在不同节日给我准备不同的礼物。跟周俊在一起，我整个人都很开心，很舒服。我一度觉得周俊就是我这辈子的灵魂伴侣，所以当周俊跟我求婚的时候，我连思考都没思考答应了。唉，现在想想，我和周俊之间进展的过于顺利了。我止住了哭声，声音嘶哑地跟爸爸说吧，我错了，我不该不听你和妈的话。爸爸叹了口气，语气软了下来，你能认清就好了，多陪你妈说说话，这些年你妈很想你。爸爸的话让我好不容易止住的眼泪又流了下来。在爸妈的安抚下，我紧绷了许久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。窝在熟悉的沙发里，闻着家里饭菜的香气，我才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真的从那段窒息的婚姻里挣脱出来了。小山被外婆哄着去玩积木，客厅里只剩下我们一家三口。爸爸递给我一杯温热的牛奶，沉声道，周俊接近你根本不是什么一见钟情，他大学时就知道我们家的背景，毕业后特意应聘到我们公司的合作部门，就是冲着你来的。我握着杯子的手微微一颤，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疼。那些曾经让我心动的细节，那些恰到好处的温柔，原来全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。妈妈红着眼眶补充道，我们查到他和你谈恋爱的时候，还在和别的女人纠缠不清，后来知道你怀孕了，怕事情败露，才赶紧催着你结婚。还有你婆婆，从一开始就知道你家的实力，天天撺掇周俊哄你，拿钱补贴家里。那80万根本不是借，是他早就盯上你准备给小山买学区房的钱。真相像一把淬了冰的刀，狠狠扎进我的心口。我以为的爱情，不过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算计。我掏心掏肺对待的一家人，从头到尾都在把我当冤大头。哭了不知道多久，我擦干眼泪，眼神渐渐变得坚定。爸妈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爸爸点了点头，递给我一份文件，这是我们早就准备好的证据。周俊这些年利用你的关系，在公司捞了不少好处，还有他偷偷转移你婚前财产的记录，都在这里了。我翻看着文件，指尖冰凉。原来周俊早就留了后手，他不仅贪财，还想在榨干我之后一脚把我踹开。还有，爸爸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，
周杰打伤人进了警局，陆静流产后也咽不下这口气，已经把周俊和婆婆告了，说他们骗婚。现在周家乱成一锅粥，咱们不用动手，他们自己就能把自己作死。我冷笑一声，真是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？没过几天，周俊就找上门了。他憔悴的不成样子，头发乱糟糟的，眼窝深陷，哪里还有半分当初的意气风发？一见到我，他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，抱着我的腿痛哭流涕。小慧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原谅我吧，我们复婚好不好？小山不能没有爸爸。我嫌恶的把腿抽出来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周俊，你现在说这些，不觉得太晚了吗？我知道错了。他使劲磕着头，额头都磕出了红印。我不该听我妈的话，不该骗你的钱，更不该和杜静纠缠不清。小慧看在小山的面子上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小山，我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。你在把我当傻子耍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小山？你在挪用给小山买学区房的钱时，怎么没想过小山？周俊，你不配当他的爸爸。他还想再说什么，我直接让保安把他拖了出去。看着他被架走时歇斯底里的模样，我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从那以后，周俊就像疯了一样，天天堵在我家楼下，有时候是跪着求饶，有时候是破口大骂，说我忘恩负义，说我心狠手辣。我懒得理他，直接让保安把他列入黑名单，再敢靠近就报警处理。没过多久，法院的传票就寄到了周家。周俊挪用公款转移他人财产，证据确凿，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。婆婆因为参与骗婚也被拘留了。周杰出狱后成了过街老鼠，没人愿意搭理他。杜静则拿着赔偿款远走高飞，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周家彻底垮了，曾经那些趋炎附势的亲戚也都躲得远远的。解决完这些烂事，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。凭借着爸妈的指点和自己的努力，我很快在公司站稳了脚跟，从一个普通的实习生一步步升到了部门经理的位置。小山也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，我给他选了最好的私立幼儿园，每天亲自接送他上下学，看着他蹦蹦跳跳的样子，我觉得一切都值得了。周末的时候，我会带着小山去公园玩，去游乐园疯，去吃他最喜欢的草莓蛋糕。他会搂着我的脖子软软的喊我妈妈，那一刻我觉得全世界的幸福都汇聚在了我的怀里。这天我带着小山在商场逛街，迎面撞上了一个熟人贺征。他看到我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即露出了一个温和的笑容。徐总，好久不见。我也笑了笑。贺总，好久不见。贺征是我爸生意上的伙伴，我们以前在酒会上见过几次。他看着我身边的小山，眼神温柔。这是你的女儿，真可爱。小山怯生生地躲到我身后，偷偷打量着他。我们站在原地聊了几句，才知道他也是来陪侄女逛街的。分开的时候，他主动加了我的微信，笑着说以后有空一起带孩子出来玩。我点了点头，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泛起一丝异样的涟漪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渐渐走出了那段失败婚姻的阴影。我不再是那个为爱盲目、奋不顾身的小姑娘了，我成了小山的依靠，成了徐氏集团的得力干将，成了一个独立自信、光芒万丈的女人。这天晚上，我正在给小山讲睡前故事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是贺征发来的消息，问我明天有没有空，想约我和小山去郊外的农场玩。我看着手机屏幕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回复了好。第二天阳光明媚，贺征开着车带着我和小山来到了郊外的农场。小山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小动物，兴奋得不得了，追着小羊跑了大半天。贺征站在我身边，看着小山的背影，轻声说道：你把孩子带得很好。我笑了笑，他是我的软肋，也是我的铠甲。我们聊着天，从工作聊到生活，从兴趣聊到理想。我惊讶地发现我们竟然有这么多共同话题。他不像周俊那样只会甜言蜜语，他懂我的辛苦，懂我的坚持，懂我藏在坚强外表下的脆弱。夕阳西下的时候，我们坐在农场的草地上，看着小山在不远处和小狗玩耍。贺征突然转过头，认真地看着我。小慧，我知道你经历过很多不好的事情，但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陪着你和小山一起走下去。我的心跳漏了一拍，看着他真诚的眼神，眼眶微微泛红。这些年，我以为自己不会再相信爱情了，可是贺征的出现就像一道光，照亮了我曾经灰暗的世界。我没有立刻回答他，只是笑着点了点头。未来的路还很长，我不知道会不会有波折，但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为了不值得的人委屈自己。我会带着小山勇敢地往前走，也许幸福会迟到，但永远不会缺席。晚上回到家，我收到了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，是周俊在监狱里写的。他说他后悔了，说他知道错了，希望我能等他出来。我看着短信，轻轻笑了笑，然后毫不犹豫地按下了删除键。有些人，有些事，错过了就是错过了。我把手机放下，走到窗边，看着窗外璀璨的星空。小山已经睡着了，嘴角还挂着甜甜的笑容。我伸出手，轻轻抚摸着他的脸颊。宝贝，我轻声说道，妈妈会给你一个最好的未来。月光温柔地洒在我们身上，一切都充满了希望。日子一天天平淡而幸福地过着。贺征没有急于求成，只是默默地陪在我和小山身边。他会记得小山的生日，会在我加班的时候主动接小山放学，会在我生病的时候无微不至地照顾我。小山也越来越喜欢他，
会甜甜的喊他贺叔叔，会把自己最喜欢的糖果分给他一半。这天是我的生日，爸妈特意在家里办了一场派对，邀请了很多亲戚朋友。贺征捧着一束玫瑰花走到我面前，单膝跪地，手里拿着一个精致的盒子。小慧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，你愿意嫁给我，让我成为小山的爸爸，成为你的丈夫吗？小山跑过来拉着我的手，仰着小脸说：妈妈，答应贺叔叔吧，我想要贺叔叔当我的爸爸。看着眼前的一大一小，我再也忍不住，眼泪夺眶而出。我点了点头，哽咽着说：我愿意。贺征激动地把我拥入怀中，在我耳边轻声说道：谢谢你，小慧。爸妈在一旁看着，笑得合不拢嘴。派对上大家举杯欢庆，我看着身边的亲人，看着怀里的小山，看着身边的贺征，心里充满了幸福。曾经的那些伤痛都成了过眼云烟。我终于明白，不是所有的付出都会被辜负，不是所有的爱情都会充满算计。只要你心怀希望，勇敢前行，总有一天你会遇到那个对的人，陪你看遍世间繁华，共度岁岁年年。我举起酒杯，对着贺征笑了笑。未来可期，人间值得。好家伙，城南那家海鲜人均2000，两家人随便吃一点，少说也要2、3万。周俊故作为难地说道：妈，城南那家太贵了，咱们都是普通人家，随便找个好一点的餐厅吃一下好了，没必要去这么贵的吧。我眼睛一瞪，张口就准备发火，我连忙把周俊往身后拽。妈，你放心，我这就打电话预定，菜品都往好的整，保准给您办得漂漂亮亮的。婆婆哼了一声，夸奖道：生了孩子就是长大了，小慧懂事多了。周俊看到婆婆走后，眼睛滴溜一转，老婆，这家海鲜有点贵，这钱周俊点到即止。我贴心地说道：我刚发了季度奖，这钱我来出。周俊一听钱我出，笑容满面地回了房间，挑晚上的衣服。包间内酒过半巡，弟媳杜静的爸爸率先开口：婚房必须是一中的学区房，毕竟小静的侄子马上就要上1年级了，到时候这学区的名额先给他侄子用。彩礼38万，外加5金最少100克，还有的单独给小静的侄子包个红包，就包个10万好了。至于陪嫁，我们那边不兴这个。这话的意思就是摆明了说没有陪嫁。听完这话，笑了一晚上的婆婆脸瞬间僵了。亲家婚房没问题，就是这彩礼能不能少一点？现在金价这么高，100克黄金少说也要10万了，都是普家庭，确实拿下不出来这么多。杜静眉头一皱，